我偶然点开一款不用注册的诡异修真 APP， 随手单抽，直接爆出颜值逆天的残龙大帅逼未央。它不是虚拟数据，指尖触碰就能跨次元互动。那会儿我们双双深陷绝境，我常年被家人打压，他被龙族抛弃，被天道厌弃，差点自爆身亡。之后我天天刷怪投喂帮他变强，偏执的他倾尽所有，把修真灵丹、珍宝隔空送到现世报恩。这场跨次元双向救赎，缘分从此开始。沈清河，你能不能动一动你的猪脑子？你是嫌老娘钱多吗？还想学你妹妹补课？就你这猪脑子，怎么和你妹妹比？那钱花了和打水漂有什么区别？滚回你的房间去！看着你就心烦。这周末带你出去魔都玩，到时候回来你就得好好去补课，知道吗？林老师的课可不容易约到。母亲从来都只偏爱妹妹，而我什么都没有，就连手机都是捡妹妹剩下的。智商、颜值、财富，你想要的我都有。这游戏画面和广告相差也太大了，什么情况？恭喜玩家抽到 SSR 未央。龙蛋，这还有点可爱。未央，一条幼年时因蛋壳破裂而龙角残缺的双形态龙。因蛋壳破裂天生残缺，所以没有被天道之子选中。出壳后便被龙潭抛弃，在修真界摸爬滚打，靠着种族的强悍生命力才得以活到现在。快抓住那个小子！抓住！没想到竟然是条龙小子！就算残的做不了契约灵兽，也可以抽筋拔皮，炼制丹药法器。这龙小子快不行了，兄弟们加把劲儿！未央正在被修士追杀，是否搭救？未央知道自己已经穷途末路，决定自爆。这游戏处处强制操作，太离谱了。已经救下未央，现在他身受重伤，是否带他到隐蔽处疗伤？未央身受重伤，如今只有一瓶普通小还丹，是否升级为药效更强的大还丹？还要充值？算了，顺其自然吧。身世实在可怜，哪怕只是游戏角色，也让人心里发酸。奇怪，书里说的明明就是这里，怎么会不见人呢？难不成是蝴蝶效应？此地空无一人，救我的绝非寻常之辈。洞内无风，药瓶为何突然倒地？那人一直潜藏在此，此人修为深不可测，连一丝气息都察觉不到。幸好那个山洞没有禁制阻拦，我得快点离开。未央的警惕性很强，他并没有吃下丹药，而是选择自行找了个山洞疗伤。这段时间未央会很虚弱，请你赶走附近的野兽，保护未央的安全。注：没使用的道具会自行回到背包。赤尾炎狼，地级3阶，会喷火，浩浩10人，其为有毒可入药，肉食之可加速伤口愈合，牙可炼制法器。连个操作指引都没有，这策划也太敷衍了。
击杀1级赤尾炎狼，将得到1块赤尾炎狼肉，经验+1。我是要死了吗？拼死一搏，我就不信了。他们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死了？是那个人，他竟然一直跟在附近。如今我该如何是好？游戏等级提升至3级，解锁交易功能，您可以出售背包中的物品。多谢阁下出手相助。这游戏连互动功能都没有，根本没法回应他。不知恩人有何指教？等级不够，对话功能还没解锁。系统说这狼肉能加速伤口愈合，正好给他疗伤用。此人近在咫尺，却隐匿身形，到底为何屡次帮我？这是给我的。自碎壳之后，世间从无人善待于我，这份善意实在陌生。多谢恩人。补课彻底没希望了，只能拼命学习。想要考上研究生，学费高昂，家里绝不会供我继续读书。妹妹样样出众，家人满心偏爱。我从小被要求安分听话，他们总觉得在我身上花钱不值得，一次次比较让我自卑又嫉妒。可我明白，唯有学习是唯一出路，再难也要坚持下去。趁还没沉迷，干脆卸载掉吧。不过是游戏而已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都怪画面做得太过逼真。明明拼尽全力，成绩依旧垫底。难道我考上江大，真的只是靠运气吗？小何，今天还是你一个人吗？小茹没和你一起？他今天不太舒服，我爸先把他接回去了。李胜，我的邻居竹马。这次的月考成绩怎么样？那个，我能不能借一下你之前的笔记？我入学晚了1年，基础太差，只能靠借笔记补齐差距。对不起，不方便的话。可以。我说可以，有不懂的你也可以直接问我。怎么才回来？我刚下晚自习。还不是你脑子笨，做事磨蹭。晚上少吃点儿，免得不消化。他们永远都看不到我的努力，满心满眼只有妹妹。而且我高蛋白过敏，这满桌的美食从来都与我无关。整整3天，他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日日忐忑不安，生怕他骤然出现，暗藏目的。如今他突然归来，依旧只是投喂兽肉，到底是何用意？谢谢恩人。我怎么会做出这般失态的动作？又走了吗？他屡次救我，投喂我，还触碰我的龙角。可龙族龙角，唯有伴侣在杂交之时方可触碰。他到底不知道，他实力高深，来去自由，又怎么会看得上我这条天生残缺、被族群抛弃的废龙？签到完成，恭喜解锁勺制地图，可探索全新场景。终于解锁新地图，可以离开新手村了。
狼王牙说不定以后能给小帅哥用，必须留着备用。我靠，氪金比例1:10，这枚丹药纯氪金要上100亿，有这钱直接买下游戏公司，随便改设定都够了，纯属噱头吧。忙活半天，就只能买一瓶小还丹。这法衣也太好看了，穿在小帅哥身上肯定绝美。我要参赛，旧护肤品用不上，送你了。连我的旧淘汰手机都捡着用，送你护肤品还想拒绝？小茹好心送你东西，帮你省下开销。这是他补课老师推荐的习题，我顺带也给你买了，好好做题，别乱花钱。小茹，睡前记得敷面膜。永远都是这样，所有偏爱全在妹妹身上，零星施舍时的好意，让人没法彻底死心。您来了，刚烤好了肉，您要吃吗？我伤势基本痊愈，准备动身离开。您可要同我一道？想去何处？您的意思是要去云水集市吗？好，我恰好有物件要变卖，我们一同出发。云水镇隶属苍云派，宗门与妖族势同水火，我收起龙角隐藏真身。旁人能察觉到您的存在吗？若是会，碰我右手；不会就碰左手，不愿作答也无妨。稍后我要去镇上丹药铺变卖药材，您可有想买的物件？是要买东西的意思吗？那我们先去买您要的东西吧。我捡到一片这个，想问你们收不收？我能看见物品详情。五星稀有龙丹碎片，传闻幼龙破壳都会吞噬蛋壳，这绝不是捡来的，是他自身的东西，为什么要变卖？它有香味。这东西你哪来的？捡的。哪儿捡的？不知你想出价多少？10枚上品灵石。小镇隶属苍云派辖下末等凡镇，全凑不出10枚上品灵石。哼，掌柜这是何意？我出100中品灵石，再附送3瓶玄阶下品丹药。5瓶，手握至宝，为何不自行炼丹？我没有炼丹的天赋，自幼孤苦，靠打猎采药苟活，炼丹耗资巨大，根本无力尝试。一路被追杀，身无分文。只能变卖贴身珍藏的蛋壳碎片度日，别的龙族破壳蚀壳，唯独我常年暗藏碎片保命，才能活到现在。早已习惯他的触碰，心底悄悄涌上欢喜。你想去哪儿？您的字，他们看不到吗？好好的，哪来的风？偏偏只吹动这一套裙子。客官想要布匹成衣还是鞋袜、凡衣、附阵法的法衣，我们都有。把方才被风吹动的裙子取来。包起来。这些灵石全是他变卖贴身龙蛋碎片换来的，不能再让他乱花钱了。都不喜欢吗？您救了我，我如今无以为报，
只想买点你喜欢的东西。恩人眼界极高，凡俗手是配不上的。往后我一定要搜寻世间珍稀宝物道行。要去风雅书局吗？好。可有什么想要的书？店家，你们收不收书？什么书？什么东西也敢送来风雅书读？赶紧滚！老板行行好，我只要10两银子。别说10两，1个铜板都没有。哼，你这是春经图，该送去花楼才对。包起来。等等，这本书我要了，1块中品灵石，我出2块，3块，4块，5块，再多我就不要了。卖，我卖。原来这本天价换来的天阶功法，居然是合欢功法，真是哭笑不得。你这里有春松图吗？你也找春松图？先前有人拿来1本，被旁人高价买走了。被人买走了？那人长相如何？之前的那本书不见了，变成了一本天阶功法。我暂时还不知道如何与它解绑，但如果您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将它抄给您。早。早。你要的笔记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今天又是你一个人吗？小茹起晚了，待会儿我爸送她。其实，笔记并不容易看懂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补课。不收钱。如今我也大2了，正好借着补课复习一下之前的内容。但是这样的话，会不会耽误你的时间？所以每天只有40分钟，地点定在你家，这样既不会耽误坐公交，也离我家近一点。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，就算了。不，方便的。喂，小菲菲，让一让。挪不了了，已经很挤了。谁让你长这么胖，一个人占2个人的位置？小菲菲，这么胖还吃呢？那个，要不我们明天再开始？要不我们明天再开始？为什么？我想回去收拾一下。你房间很脏。不，那不就行了？我们又不是第1天认识，而且我以前也经常去你家，不是吗？你家没人？应该是去我奶奶家了。你父母不在家，我单独进你的房间不太好。我们还是在客厅吧。你这也不会？对不起。你对公式还不熟悉，等你先把公式都背会了，我再和你讲。我还有点事儿，就先回去了。好。叔叔阿姨好。小茹，好久不见。黎胜哥哥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对啊，黎胜，你怎么来了？小何请我帮他补课。没想到你竟然还来给清河补课，这丫头笨，也太难为你了。还站在那里做什么都不知道，给黎胜倒杯水都不会吗？那丫头笨，你不说话，她都不知道动的。你喜欢她，对不对？
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怎么突然让黎生给你补课？既然让人家帮你补课，就好好学，别浪费了人家的好心。我知道的。未央引气入体了，几乎是在未央引气入体的瞬间，他体内的灵气就进入了一种很玄妙的状态，它们运行流转，又似乎在一个看不见的空间里暧昧纠缠，依依不舍。第二天，沈清河醒来的时候，坐在床上愣了好一会儿。他似乎做了某种不可描述的梦，看不见摸不着，甚至具体发生了些什么，他都无法确切描述。他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梦到那种东西，难道是因为自己太喜欢黎生了吗？但梦里的那个人是黎生吗？沈清河不确定了。陷入思考的沈清河还没有意识到，今天自己醒来后格外的神清气爽，这是在自己常年熬夜学习之后从来没有过的。因为思考做梦的事儿，沈清河甚至都没有发现今天坐公交的时候没有遇见黎生，直到在教室里坐下的时候，他才发现今天自己的位置好像没有那么挤了。沈清河可不会觉得是他的后座良心发现，又将桌子挪回去了，八成是因为自己今天还没有吃早饭，所以肚子还没有撑起来。又是将自己学到饥肠辘辘的一天。晚自习放学后，沈清河没有想到黎胜竟然依旧在公交车站等自己，但不同的是，这次他旁边还站着一个甜美的女生，是沈如。黎胜哥说要帮我一起补课，你不会不欢迎吧？你和小茹同级，正好一起。挺好的。沈如甚至轻笑一声，似乎心情不错。当妈妈得知黎生竟然要给沈如一起补课，先是高兴，然后又一脸心疼。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回来那么晚还要补课，那样也太辛苦了，身体受不受得了？没关系的嘛，不是还有黎生哥吗？他要同时教我和姐姐，他才更辛苦。这倒也是，辛苦你了，黎生。你先坐，阿姨去给你们削水果。然后他一边往厨房的方向走，一边还开口斥责：“沈清河，你还傻站在那儿做什么？不知道过来帮忙吗？”沈清河几乎是条件反射的去看沈如，只见她坐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嘴角的笑容似乎都带着讽意。沈清河，你在等我去抬你吗？这一次，沈母的声音明显要提高了很多，而沈清河顿时因在 Crush 面前被训而萌生出羞耻感，只能闷头小跑进了厨房。听着客厅里隐隐约约传来的声音，沈清河一边消离，一边忍不住猜想他们在交流些什么。频频走神的沈清河终究还是不小心划到了手。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？还不快把你手上的血洗了，待会儿弄到梨上了还怎么吃？算了，这个梨你还是自己吃吧。接着就端着水果走了出去。沈清河看着手中的梨，突然觉得自己不想补课了。其实孟家的心一开始并不是那么偏的，毕竟他也是父母的孩子啊。但是一碗水是很难端平的，特别是当沈清河遇上处处都要与他争上一争的沈如时，接下来的补课时间直接成了沈如的个人秀。然后他发现梨今天讲的似乎格外浅显易懂，所以他正在猛猛记笔记，生怕自己不小心错过了某个知识点。但是沈如对此似乎又不满意了。明明时间还没到，我累了。说罢，就不管不顾地回了房间。一时间，沈清河和黎胜面面相觑。我送送你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今天很晚了，待会儿你一个女孩子也不安全。男生的声音依旧温柔，沈清河突然觉得他的心似乎又活过来一点，但殊不知自己的神色全然被沈如看在了眼里。睡觉之前，沈清河突然想起今天游戏还没有签到，便赶在凌晨之前上了游戏。刚进游戏，屏幕就放起了礼花。沈清河看完游戏消息后，才知道小帅哥在这段时间里竟然已经引气入体了。游戏系统也难得大方的发了游戏奖励，一张可以治疗龙角损伤的单方。沈清河默默竖了竖中指，敢不敢给点更实际的东西，比如游戏币什么的？沈清河点开单方仔细看了起来，结果发现上面所需要的药材，单看名字就很牛逼的样子。其中有一种名为龙血草的药，更是只有北灵州的第一宗门北指天宗才有。提到北指天宗时，旁边还单独给了一行注释：北指天宗是天道之子洛不凡所在的宗门。如今小帅哥需要的药材和天道之子又在一个宗门，所以这算是孽缘吗？这游戏设定也太敷衍了，背景故事半点不细说，估计是策划懒得做。原来云水镇就在北灵州地界，剩下几块大陆全是灰的，看样子得后期解锁。您来了。咦，小帅哥这是解锁新互动了？居然出新互动了，之前上线他都不会主动搭话，今天龙角也露着，真不错，摸起来手感超好。随着未央引气入体成功，新任务也弹出来了，拜入宗门。沈清河双击了一下任务，拜入宗门几个字，包括下面的选项就出现在了未央眼前。未央看到文字内容时，内心的抗拒油然而生。合欢宗第一个 pass， 不然游戏全程马赛克没法玩。逍遥派伏修，北指天宗主修剑修，梵音寺全是僧尼，仙乐阁专攻音律，丹顶门炼丹。可治好未央龙角的龙血草只有北指天宗才有，丹顶门直接排除。未央之前说过不擅长炼丹，仙月宫不合我喜好，梵音寺更不行，全是光头，以后摸龙仔都没氛围感。策划一点提示都不给，什么交互都要自己试，好好的养成游戏，活生生玩成解密。万寿宗驯养灵兽，我最想去万寿宗，能撸一堆毛茸茸妖兽，想想就舒服。
当年我的龙角就是人族修士开龙潭打碎的。这么多年渐进人类险恶，我根本不想踏入人类宗门。好感度掉的也太快了，看来是摸的次数不够，多摸一会儿应该能好。最终屏幕中的少年深吸一口气。您为什么想要我拜入宗门？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天阶功法，就算是自行修炼也是可以的。自行修炼 ？No， 当然不行。如果自行修炼的话，那他的任务还怎么完成？独自修炼主线任务直接卡关，奖励拿不到，绝对不行。只能拿修复龙角的丹方说服他。沈清河直接将背包中的丹方拍到小帅哥面前。当未央看到那张可以治疗的他龙角的丹方时，好，那就北指天宗吧。龙血草是北指天宗的镇宗之宝，只有拜入北指天宗门下，才有可能得到。北指天宗入门门槛极高，天赋、试炼层层筛选，无数天才都被拦在门外。我原以为残缺龙角无关紧要，可看见修复希望时，还是控制不住心绪。他屡次帮我，究竟图谋什么？我只是一条无依无靠的龙，他若想杀我取灵炼药，当初大可直接动手。人族都说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难道他想把我驯化成契约兽？未央觉得恩人其实是为了获取他的好感，所以要签订契约，做他的契约兽吗？未央本来上升到3点的好感度，又瞬间下降了2个点。沈清河看到好感度下降，顿时咬牙切齿，却又无能为力，直接选了北指天宗。未央的眼底瞬间闪过一丝阴霾，熟练的摸头，原来只是龙族只能自愿缔结契约，人类才会四处搜寻未孵化龙蛋。这游戏还吞好感度，直接在我眼皮底下掉数值，也太过分了。万兽宗最受喜爱灵兽的女修追捧，她摸我脑袋的动作熟练又自然，难不成只把我当成可供把玩的异兽？一切都只是猜测，不能随意暂定她心怀歹意。是她救了我的性命，还给我寻来天阶功法，残缺龙角也只有她能找到修复丹方。就算她目的不纯，我如今一无所有，没有值得图谋的宝物。完全不知道短短片刻，我已经在他心里被判了一次死刑。好感度来回波动折腾。关闭商城后，沈清河就看到魏漾正在往石溪的方向走去。北指天宗路途遥远，且今年新弟子的招收将在下月初5结束，距今不足10日，我们得在此之前赶过去。云水镇地处偏僻，灵气匮乏，没有传送阵可维持，最快的方法只有每版月一次的灵舟。我们先去石邑那儿买些路上的干粮，同时打听打听灵舟的日期，可还来得及。都说穷人家孩子早当家，未央孤身一条龙仔漂泊多年，事事都只能自己盘算，看着实在可怜。原来小帅哥爱吃甜食，特意买这么多点心。这些甜点是特意为屏幕那头的他准备的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。灵舟票价这么贵吗？大通铺只需要10枚下品灵石，我特意选最贵的上品包间，空间宽敞，不受旁人打扰，能让他舒服些。沈清河对于小帅哥的良苦用心全然不知，看了眼时间就直接下线了。正前往包间的未央似有所感。走了吗？你们看那小子是不是画里那人？昨晚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细节少得可怜，搞得我心绪乱糟糟的，完全想不通缘由。裤腰松了好多，难不成我真抽条变瘦了？就算只是错觉也好，今天一开局心情总算不错。纯粹自欺欺人，躲起来也改变不了我看见他们的事实，躲起来也改变不了我看见他们的事实。可我根本没有上前的勇气，我没有资格吃醋，更没有立场去质问他。这份暗恋从头到尾都只是我一个人的心事。
早上受过一次刺头，放学还要再经历一遍。你进我房间做什么？有什么不能进的？整天闷在屋里一言不发，跟个死人一样。我以为你在房间才进去看看。你特意找我，有什么事？今早公交站的画面，你全都看见了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长得普通，还痴心妄想惦记黎胜，我随便勾勾手指，他就像听话的小狗一样围着我转。分不清是被他骂丑更难过，还是看着喜欢多年的人被他肆意贬低更心痛。这本本子藏住我所有不敢宣之于口的心意，没人知道我偷偷画画的天赋，只有熟悉我的人能从画里猜出那个少年。不会吧，他居然真的喜欢黎胜！天哪，他那么胖，换我是黎胜，我得恶心死！被他喜欢上，简直跟有案底一样晦气。沈如那么漂亮，他俩是亲姐妹，他该不会是捡来的吧？跟他做姐妹太丢人了！我现在只想立刻逃离这里，根本不想知道是谁把我的心事捅出去。哟，肥婆回来了！沈清河，沈如说你本子落家里，托我们还给你。看不出来你还会画画，画里骑电动车的人不就是黎生？不是，还不承认？黎生知道你喜欢他都觉得恶心，就是胖得跟猪一样也敢惦记校草。因为黎生是校草，这件事短短半天传遍整个学校，好多人专门来看我这个妄想高攀校草的肥婆。我的暗恋成了钉死我的耻辱标签，所有人都拿我取乐。沈如，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？你发什么疯？安分一点。姐，我真没想到你喜欢黎胜哥，都怪我，我只是怕你笔记本忘带耽误学习，才顺手拿出来，谁知道会闹出这种事。你撒谎！本子我藏得好好的，你就是故意翻我房间害我，你是小偷！够了！你还嫌家里不够丢人吗？黎生已经跟我们说了，以后不会再来给你补课。滚回你房间反省，再闹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，你干脆不用去念书了。恭喜玩家等级升至5级，解锁内测语音功能，单次通话限时3分钟。备注：功能内测中，冷却时间未知。把那本春训图交出来，饶你一条小命。三人全是练气237体修，我才刚引气入体，看看练气1级，肉身再强也难以打散。好想再感受他摸我龙角的触感，若是能再见一次就好了。哭，是他吗？是谁欺负他了？别哭，好不容易遇见一束光，难道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？只是黄阶上品小还丹，药效竟强悍到这种地步，又是他救了，又是他救了我。可惹他落泪的人，我绝不会放过。呀，小帅哥怎么伤成这样昏迷了？魏漾遭人夺宝重伤，已服用小还丹，伤势持续恢复中。前几天每日特价白白错过一堆好物，策划一点提示都不给，太坑人了。
冷却中？难道之后能直接语音和未央对话？太期待了。怎么感觉又变瘦了点儿？一次两次是巧合，连续3天绝对不正常。难不成我撞邪了？可我每天只往返学校家里，没去过任何奇怪地方。清河，昨天学校传的那些话是真的吗？这很正常呀。黎生是全校校草，喜欢优秀的人再寻常不过。我都不知道沈如是你妹妹，你从来没跟我说过。没什么好提的。你们姐妹关系很差吗？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感受。我妈偏心弟弟，觉得他能光宗耀祖。你妹妹长得好看，爸妈肯定更偏爱她。你有没有看出来我瘦了好多？你偷偷减肥了，小飞药千万不能碰。是药3分毒，现在学习最重要，没必要折腾身体。我没有刻意减肥，就是这几天莫名瘦下来的。你确定没吃任何减脂药物？哟，肥姐这是为爱疯狂减肥，白费，可惜白费功夫。我刚看见你妹妹沈如跟校草走在一起。吴海，别乱说话，小何根本不会去插足别人感情。就算他想做第三者，校草也不会看上他呀。我只是安安静静藏一份暗恋，怎么突然所有人都认定我是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？好像我犯了天大的错。别管旁人闲言碎语，清者自清。清者自清吗？我一点都不确定。多年后或许只是小事，可现在我难过到快要撑不住。月考成绩怎么样？依旧很差，公式全都背熟，一做题就卡壳。当初选文科或许更适合我，起码能死记硬背。文科就业多难，现在不会不代表以后不会，多刷题总能开窍。要是当初选文科，我们也做不了同桌。别发愁，下课我请你吃糖油饼。还是算了吧，我好不容易瘦下来。都说了你没减肥，突然暴瘦说不定是身体出问题，可别硬扛。从小到大，家里总教育我不能浪费钱，不能给家里添负担。就算真的生病，也只能等以后自己工作赚钱再看病。翻遍全网都找不到和我症状完全吻合的病例，非但没安心，反倒更害怕，说不定是罕见怪病。实在不行，先观察几天，暂时别胡思乱想。这本笔记应该不是你的吧？你怎么把它翻出来了？我给你买了糖油饼，怕放凉，想塞进你睡包，无意间看见的。对了，笔记不是你的。是跟别人借的，打算今天还回去。那能不能借我翻一下？这人笔记整理的特别清晰好用，万万不能把本子留给他。这是我仅存一点暗恋念想，必须尽快送走。对方急着要用，我全部拍好照片了，我直接发你手机里行吗？那谢谢你啦。心底居然下意识有点失落。我到底在期待什么？真是可笑。是小何呀，好久没来，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圆圆乎乎，看着就讨喜。是来找黎生的吧？他还没放学，快进屋坐坐。换成旁人说我胖我会难受，可奶奶是饥荒年代过来的老人，只觉得圆润代表平安有福，这话没有半点恶意。陆奶奶，
我就不进去打扰您了。我是来还东西的。这是之前黎兄借我的笔记，我用完了，麻烦您帮忙转交他。原本心里只剩一点轻松，此刻铺天盖地全是酸涩，心口闷得喘不上气。一个是我偷偷喜欢好几年的少年，一个是和我一母同胞的妹妹，这一幕反复在眼前晃，实在熬不住。刚刚才把3名劫匪尸体扔下灵州抛尸，千万不能被他看见。若是知道我杀了人，会不会厌恶我？道理我都懂，弱肉强食是修真界常态，我只是自保反击，可心底还是莫名忐忑。您来了，再过片刻就要抵达北指天宗所在的镇天都，我们先回包间休息好不好？上次重伤昏迷，若不是怀中掉落他赠予的小还丹，我早已殒命灵州。2次救命丹药是他送的，我一直想那日他为何失声痛哭，是不是受了莫大委屈？我不敢主动发问，他从来只用文字和我交流，从不出声，或许根本不方便与我对话。那日哭声只是情绪失控的意外，他未必愿意便让我听见。谢谢您。就在未央自己进行头脑风暴的时候，沈清河已经签到完毕，并再次打开了商城，开始搜寻起今日特价。没想到今天的今日特价只有一件，那是一柄匕首。玄阶中品地藏匕首，可附魔，杀人越货必备。介绍倒是简洁直白，点开未央装备栏一看，他从头到尾只有一身普通凡衣，半件趁手兵器都没有，跟我一样两手空空。这匕首我实在心动，可标价看着就不便宜，这游戏到底有没有不用氪金的东西啊？好纠结，合着至少要充100块才行。难不成我之前抽奖中100块的事儿被游戏系统偷听了？怎么刚好卡这个数字？也太巧了，干脆眼不见心不烦。干脆中奖的100块我还没想好怎么花，可不能白白被游戏里的小帅哥骗走。是石虎鸟，这魔物本该待在魔界，怎么会出现在此处？天要亡我们啊！我不想死。这画面也太喝了吧！之前功法图纸还要打马赛克，这种 R 级杀戮画面反倒一点遮挡都没有，双标游戏。特殊武器，难不成就是商城那把地藏匕首？合着前面铺垫这么多，就是在这等着我氪金。这破游戏太坑人了。垃圾游戏，就知道骗玩家充钱。中奖的100块本来就是意外得来，当和中奖的时候已经开心过，拿这笔钱换小帅哥平安，好像也不算亏。钱一下子没了，要是赚钱能像花钱这么简单就好了。他的气息消失了，这次恐怕等不到他再来，我撑不住了。是他，他回来了。搞什么？这匕首居然还有玩家冷却时间。上次击杀妖兽还会掉落物资，这次魔物直接化成黑烟，半点奖励都没有，只涨了一点点匕首附魔进度条。一直等 CD 根本撑不住。玩家有冷却，但未央没有限制。
天哪！这少年打斗途中直接突破修为了。寻常噬骨鸟等同于炼气3级修士，越级自杀突破本就是万中无一的奇遇。他手中这件法器到底是什么宝物？威力竟如此恐怖！师姐，所有噬骨鸟全都消失不见了。修真界从不缺天赋异禀的少年，只是他竟连升2级修为。齐秀峰师叔早前说过，今年宗门秋招内门名额尚有空缺。你还好吗？方才我亲眼看见你独占群鸟，胆识与身手都十分出众。喂，我们师姐好心和你说话，你是听不见吗？我不认识你们。我们是北指天宗弟子，奉命下山围剿出逃的噬骨鸟，没想到所有魔物都被你一人解决了。我名吕芬，齐秀峰内门弟子。魏样，噬骨鸟离气带魔气，伤口极易魔气侵体，这枚驱魔丹服下便能根除隐患。他给的丹药药效远超寻常丹丸，这份好处不能暴露，更不能让旁人知晓那人的存在。看这身打扮，分明是云水镇偏僻小地方出来的散修，不识高阶丹药也正常。方才冷淡拒人，想来只是乡下人拘谨自卑，样貌倒是生得极好，身形单薄，骨龄偏小。若是能活下去，日后说不定能登修真美人榜。可修真界只看实力，美貌毫无用处，唯有强者才能长久立足。方才见你凭匕首斩杀魔物，世人修行皆偏好长兵器，我还是头一回见人以短匕首做本命法器，可否借我一关？不行，这是他送我的东西，是独属于我的光，绝不能给任何人触碰窥探。莫非这是你的本命法器？只是一柄普通玄阶法器，尚未诞生器灵，算不上灵器。若真是本命法器，想要招揽此人反倒多了一层麻烦。天地玄黄4阶法器，唯有天阶以上方能孕育器灵，飞升后方可化作仙器。神器只存于古籍传说，从未现世。不知道有平日在哪处山门修行？散修，我才刚刚引气入体几日，根基浅薄，不必多说。说来正巧，我宗眼下正在招收新弟子，道友不妨随我们一同返回宗门参与秋烧，日后你我便是同门。好，只要能完成他交代拜入北指天宗的任务即可，对方热情与否无关紧要。吕师姐，我也有灵根，求你给我一个入宗机会。北灵州第一大宗，入宗后修炼资源数不胜数，这等机缘千载难逢。诸位不必心急，但凡身负灵根、有仙缘之人，皆可前往山门参与考核。我就离开一小会儿，剧情直接快进。未央这就要跟着宗门弟子去参加入门考核了。北指天宗入门考核仅有一关，登仙梯。能看见登仙梯者，身具灵根，有仙缘；能完整登顶者，信性坚韧，是修真根基。登顶速度越快，仙缘越寿厚。各大主峰内门长老争相收为弟子，顶尖天才可成为长老，掌门亲传。我本是小宗门长老之女，在旧宗门里天赋顶尖，人人追捧。可北指天宗天才多如过江之鱼，当年亮眼的我，到了内门之中反倒平平无奇，偶尔会后悔离开原先安稳的宗门。可宗门海量修炼资源，坐镇的大能高人又让我舍不得离去，一心想要追上顶尖修士的脚步。我如今炼气3级，在一众低龄苗子中间，反倒显得资质平平，格格不入。
我在内封天才堆里不起眼，可到外门山门之外，所有人都要给我几分薄面。我必须不断往上爬，站得越高，才能握住越多资源与底气。各大宗门常年四处搜罗灵根幼童，但凡身负灵根者，小小年纪便被带走。像我这般10几岁才来考核的散修，本就少见。今日考核只有一关，踏过登仙梯，便可成为北指天宗正式弟子。橘子，别跑！只是凡猫，却被无形之力挪移。难不成是内封真人提前到场，亲自挑选合眼缘的内门弟子？谢谢仙长。只有我清楚，方才出手的是他。他摸了那个人的脑袋，还亲昵撸了那只凡猫的皮毛。难道他想把别人，甚至一只凡兽当成契约半生兽？是我的鳞片不够好看，还是我的龙角已经不好摸了？我从前明明抵触做他的契约兽，可现在反倒下意识和一只小猫争宠，这般心思实在荒唐。可只要想到他的触碰分给旁人，心底就堵得喘不上气。单纯依靠灵力硬撑，绝非长久之计。这阶梯的精神压制远比肉身负重更难熬。宗门录取有名额限制，人太多只会择优筛选，自然是谁先登顶谁占先机。说的简单，谁能保证一直领先？若是登顶人数刚好卡着面额，落后之人直接落选。不过一次入门考核就能对别人下狠手，就像现实校园里从不出军的恶意欺凌。只是这登仙梯放大了所有人的贪怨与恶念，这阶梯本身就有扭曲性性的诡异力量。方才在山门外面，他心情就极差，我还怕这满是争斗的环境会影响他心境。好在他全然无视周遭的拉扯与算计，细细一想也能明白，这么多年他孤身一龙九死一生，这点勾心斗角根本乱不了他的心神。我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必须成功拜入北指天宗，完成他交代的事，不能半途而废。这周末家里人都出门，你自己拿钱买菜做饭。他们要带沈如去魔都游玩，从头到尾没人提过带我。这种区别对待我早就习惯了。家里所有人长相都出众，只有我青春期发胖，满脸痘痘，显得格格不入。我妈最爱拍照发朋友圈，总说我拉低整张照片质感。好好的出游风景，活生生像街边供销社随手拍的，没人管束反倒自在。50块省着花，家里还有怪面、鸡蛋，天天做蛋炒饭、煮面条，还能省下不少钱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关闭窗帘。好的，主人。小爱同学，主人，原来他早就有了能开口说话的契约兽。之前连一只普通凡猫他都愿意伸手去摸，如今又多了别的半生兽，果然见一个喜欢一个。钟声是关闭信号，再慢一点就会被直接送出山门。我进不去，你们也别想踏入北指天宗。我必须成功登顶，完成他托付拜入宗门的心愿，不能在这里被旁人拖累。区凡猫，毛茸茸的，有什么值得他伸手去抚摸的？诸位成功闯过登仙梯，往后便是北指天宗同门。7日之后会进行灵根资质考核，再划分内门、外门归属。袋中是入门新人福利，持袋内玉牌前往青兰峰办理住处登记，静候7日考核即可。那日他哭得那般难过，想必身上或是心里受过伤痛。这枚玉容丹刚好能送给他，替他抹去伤痕。哇塞，小帅哥也太厉害了，顺利通过登仙梯，总算拜入北指天宗了。主线任务奖励我盼好久了。
这是北指天宗入门奖励，还请您收下。您已获得北指天宗入门奖励玉容丹溪。什么垃圾游戏！小帅哥专门送我的礼物，直接凭空吞噬了，还给我！小帅哥特意分我珍贵丹药，我可不能空手，去商城挑些好用道具给他。这游戏绝对在暗中统计我的游戏币存量，变着法子引诱我充值，想都别想。我绝不承认抽奖上头，纯粹是拿免费抽奖资源囤丹药。至少3天不碰抽奖，等3天后的签到游戏币刷新再抽，到时候又能白跑一波。我并非想要向您所有馈赠。扎心！我也想送高阶法器、高阶丹药，可抽奖全是小还丹，策划就不能整个保底机制吗？别家养成游戏70抽都有保底，就我这游戏啥都没有。我没有半点不喜，只是怕您耗费太多资源。您给的小还丹品阶特殊，药效远超普通黄阶丹药，我舍不得肆意消耗。这么懂事乖巧，策划好像也没那么一无可处，至少塑造的小帅哥足够暖心。分明想蹭520浪漫寓意，又舍不得完整给520币，只给52.0，又当又立的策划，算计的明明白白。不让卖药材换游戏币，是怕我囤药材疯狂抽奖掏空商城库存，算计到底了，属于是。零星草，武灵丹核心原材料。连成熟时间都不标注，只能下次上线再看收成。策划是一点提示都懒得做。这位道友，善堂现已开饭，不知你可否同我一道前去用餐？不去。区区凡猫一身绒毛，有什么值得他喜爱抚？我才不要做任人把玩的契约手。这帅龙嘴硬心软，明明在意的不行，还非要装作毫不在意。我的快递，我最近没网购，家里人也从来不会特意给我买东西。没想到游戏还做实体周边快递寄过来，为了提升玩家代入感，倒是挺用心，文案写的跟真有药效一样。游戏公司也太抠门了，专门寄快递，结果就只送一颗小黑丸，还模仿巧克力造型。什么黑巧这么苦，口感融化速度也太快了，一点巧克力的粘稠感都没有，全网一点资料都查不到，怕是个小型小众工作室，靠赠送实体小礼物留住玩家。不会是那颗过期劣质黑巧搞的鬼？这抠门游戏公司坑人！皮肤触感好像完全不一样了，这颗所谓的巧克力根本不是普通零食。之前网上怎么都搜不到对应怪病，再联想到早上那颗游戏寄来的黑丸，难不成这根本不是周边，是拿人做实验的药物？妈，我好像生病了。出门前看你好好的，又跟小时候一样装病撒谎骗钱，飞机马上起飞，不说了。你妈刚和我说过这事儿，真不舒服就自己去医院。爸，我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根本去不了。这死丫头就是嫌50块太少，故意装病骗钱，你1分钱都别给她。亲生妹妹，连听我一句话都不愿意。小婷，我生病了，能不能借我点钱去医院？我身上没存款，你等我跟我妈妈借一下。对
对不起，小何，我妈说家里手头很紧，拿不出多余的钱。没事儿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你到底生了什么病？怎么不跟阿姨叔叔要钱看病？怎么跟别人说爸妈根本不在乎我？这种难堪，我实在说不出口。王老师，我是沈清河。半个月前我休产假时，她皮肤发黄粗糙，满脸痘痘，怎么短短几日完全变了个人？五官没变，皮肤却光洁细腻，若不是声音熟悉，根本认不出。这类梦境属于正常生理反应，不用害羞。只是普通药物过敏，别自己胡思乱想什么人体实验。影视剧看多了，来路不明的东西以后千万别随便食用。我给你开皮肤真菌、血常规2项化验。你的皮肤状态也太好了吧？啊，我青春期之后痘痘一直爆得很严重，完全看不出来，细腻白净，婴儿皮肤都未必有这么好。你最近皮肤确实变化特别大。只听说螃蟹蜕壳软嫩，从来没听过人还能蜕一层皮。老茧全没了，以后刷题写字不会打滑吗？王老师，您身上有没有小镜子？老师，这镜子是不是自带美颜效果？游戏卡片上写玉容丹3年不留疤痕，细腻肌肤，原来居然是真的！这药效也太离谱了，游戏公司直接转行做美妆药都能赚翻。这次蜕壳变好看了，可万一过段时间又变回满脸痘痘、粗糙暗沉怎么办？皮肤各项指标全部健康，只是体内白细胞数值偏高。我开一盒消炎药，按时服用，后续留意身体变化即可。王老师，今天看病的钱我等我妈回来再还给您。一想到要和偏心的父母开口要钱，心里沉甸甸的，免不了又是一场争执。没关系，你什么时候宽裕了再给我就行。班里孩子的家庭情况我多少清楚，父母偏心2女儿，委屈清河道太久了。这些就是我蜕下来的旧壳，像脱胎换骨一样，实在太过不可思议。这枚玉容丹本不是普通周边，我好像触碰到了远超常理的东西。不知道我身上的变化是不是都源自这款游戏，对小帅哥也多了几分小心翼翼的珍视。喂，之前就叫你搬走，怎么还占着这间房？你知道想要这间屋子的林少爷是谁吗？他是内封赤霄真人弟子道侣的族孙，能看上你的破屋子是你的福气，赶紧滚！这群人分明是仗着家世欺负未央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的小帅哥。我本不在意旁人刁难，可他见我受委屈，便立刻出手护着我，心底欢喜的藏不住。你们又合伙欺负未央！苏师妹，您怎么过来了？连家世优越的内门旁支子弟都对他这般讨好，
这小姑娘来头绝对不小。我尚未正式拜师入封，别一口一个师妹乱叫。是，苏小姐说的是。青兰峰厢房由外门师兄统一分配，讲究先来后到。你们这般强占房屋，是想破坏宗门规矩。不是我的主意，都是他们擅自乱说的。万万没想到孤僻无依的未央竟和苏大小姐交好，她可是掌门长老，好不容易才得来的珍宝。18岁前需隐匿身份，随普通弟子一同考核。我若是得罪她，掌门一怒，我们全族都担待不起。都是我们的错，还望苏小姐宽恕。你们对不起的人不是我，应当向未央道歉。别碰我！龙族天生不善外人随意触碰躯体，即便是好意也难以接受。你凶我！我明明是特意过来帮你的，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。我不需要他们的道歉，道歉从来都是最没用的东西。苏小姐，这未央实在不识抬举，要不我们去教训她一顿，替您出气。道理我明白，道歉的确无法抹平刻意的欺凌，可苏婉真心出手帮她，这般冷言躲开，难免伤了小姑娘的心。她做得太过生硬了。怎么了？你觉得我刚才做的不对？连他都觉得是我错了，明明是旁人屡次寻衅，苏婉随意靠近触碰本就让我不适。为何他反倒偏袒那个抱着繁毛的小姑娘？我从头到尾没有半分过错，旁人寻衅就不在意，道歉与我毫无意义。他反倒觉得是我做错了，明明方才那个小姑娘还随意伸手碰我。小帅哥别难过，阿姐不是要责怪你的意思，只要你心情好，对错根本不重要。灵州那会儿，他囤了好多甜品，肯定爱吃甜食，拿糖哄哄就好了。真是此姐多败龙。我并不喜欢吃糖果。妥妥口是心非的傲娇小龙仔。终于哄好小帅哥了。哎呀，差点忘了药源模块了，去看看灵药种的怎么样。怎么还是什么提示没有？和这游戏内外时间流度不一样，现实1小时，药源里就过去1本年。药材没有固定磨除期，存放年份越久，药效越好。还有药材币这种专属货币。搞什么限制？种出来还不能自己卖？寻常灵性草最多3年，植株矮小，植株半米高，足足24年份，市面上几乎绝句。您打算将灵星草卖出？不必追问他草药从何而来，这是他的决定。我只需要寻合适渠道卖出，换充足修炼与资源。
医生都说这是正常生理反应，说不准我骨子里就是个大色迷，羞死人。你来了。怎么我每次上线，他不是在洗澡就是换衣服，真羞死人了。等等，我还不能跟你那个……啊！我刚才摸到哪儿了？只是游戏而已，怎么搞得跟真碰了真人一样？尴尬的扣除31污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所有参与入门资质考核的弟子即刻前往演武场集合，考核时间临时提前。肯定是游戏厂商故意做这种画面勾玩家，以后止不顿还有更多这种桥段，我一定要稳住心态，不能被美色迷惑心智。就一点点失望而已，我才不是好色。往日他最少隔3日才会现身，每次停留也不过3刻钟，今日反倒来去匆匆又折返。原定7日之后才考核，怎么无端提前了？听说咱们这批新人里藏着大人物，今日连掌门都会亲自到场观考。真的？那我们岂不是有机会被收作掌门亲传弟子？别做梦了，亲传弟子哪是普通人能妄想的，能挤进内门都算祖上冒青烟的。说起来，修真世家子弟本身资源充足，何必和我们散修抢考核名额？小声点，宗门这条规矩是开宗祖师定下的，就是为了防止世家后辈安逸堕落，乱议论要受罚的。世家子弟自幼有功法灵石滋养，我们无依无靠，怎么和他们比拼天赋？你们听说过掌门亲传洛不凡吗？那可是天底下数1数2的天之骄子，谁不认识？南水洛家大族出身，天生好底子，难怪能被掌门看中。你们全都猜错了，洛不凡虽是洛家嫡子，幼时却是痴傻，还无半分灵根，在家族里无人看重。15年前，他失足坠下崖底寒塘，误闯上古龙潭，捡走一枚龙蛋契约，自此生出万中无一的变异雷天灵根，痴傻之症也凭空痊愈，人生直接逆转。15年前，正是我待在蛋壳里即将破壳之时，当年强行开启龙潭，震碎我的蛋壳，毁去我龙角的人，原来就是洛不凡。那崖底龙潭具体在哪儿？我们也去碰碰运气。洛家早已封锁所有线索，若不是洛家有人遭魔渊抽魂泄露密讯，此事永远不会有人知晓。况且龙潭开启一次便会自行隐秘100年，下一次出现何处，无人能预测。这么说，近100年诞生的龙，全都成了他的契约兽。可以这么说，不过修真岁月悠长，世上定然还有其他龙族存活。传闻开宗祖师当年的契约兽亦是一头雷龙。洛不凡那只根本不是100年唯一的龙，我家小帅哥也是同期诞生的小龙。策划能不能好好做游戏？半成品就拿出来氪金割柳草。按照这游戏解密的尿性，灵根属性估计还要我自己慢慢解锁探索。乖小帅哥，不管你是什么属性，阿姐永远不会丢下你。龙族诞生分天地自生，龙潭孵化2类，潭内龙蛋彼此毫无亲缘，他的契约龙与我毫无干系，不值得在意。进！
弟子拜见掌门。这剑魔师也太厉害了！本以为我家小帅哥的颜值已经天花板，居然还有完全不同风格的帅哥。魏样是精致雌雄难辨的妖孽感，这人是少年侠气混着几分不羁痞帅，两种好看完全不冲突。洛无烦、灵根，肉兽为金丹初期，契约兽筑基中期雷龙，标准穿越小说天命主角配置。不过我家小帅哥以后长大一定不比他差。总觉得不太对劲，但是长老们和师傅都没有任何异样，难道是我错觉？今天师傅的女儿苏婉也在这批弟子里，我要做的就是带师收徒。前几日他来去随心所欲，护山大阵、元婴大圆满掌门都感知不到他的气息，莫非他的修为早已远超化神？掌门玄元真人卡在元婴大圆满多年，只差一步化神，那他到底是什么境界？武灵根登仙体本就筛掉杂灵根，他怎么通过考核的？要么手握至宝，要么运气逆天。修真界运气也是顶级天赋。我早年偶然得到一套适配武灵根的独门功法，一直苦无合适传人。今日与师妹算是缘分，可愿随我入藏剑峰修行？经典小说剧情直接照进游戏，大师兄温柔收落难小师妹。他属性面板全是问号，盘龙玉柱只能测人类灵根，龙族会不会识别不出来？千万别出岔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未央。何处修行？散修。你这灵根我等从未见过，你心中道是什么？想要修何种功法？我修阴阳，我要活。别人听不懂阴阳，我可是一清二楚。不用这么直白提阴阳魂幻功法吧，无脸。完了，没人要，这下只能分配去外门打杂了。唉，苏大壮，装什么清高？天下修士修行，谁不是求长生保命？活着有什么丢人？你们天天往我长生富贵峰求延寿丹药，这会儿倒看不起求活的修士了。长生富贵峰，
这风名也太实在了，直白又接地气。以后宗门换届，我铁头到富贵长老。富贵长老，今日大典，你怎突然前来？听说有新鲜热闹，自然要来瞧瞧。苏大壮就是死要面子，心疼女儿又不肯直白偏爱，还好他女儿心性纯粹。你的灵根我也分辨不出，但一明一暗，阴阳相生，倒是和你口中的道契合。我长生富贵峰讲究惜命求生，与你心意相合，可愿拜我为师？入内门约束颇多，外门反倒自由，方便与他相处交流。弟子愿意。好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富贵200年来第2位亲传弟子。长生富贵峰200年仅收2名亲传，小帅哥这下捡到天大机缘了！正式拜师流程完成，全新修真副本解锁，修真界危机四伏，大道前路未知，生命仅有一次，请玩家谨慎行事。突然这么严肃的警告，看得人心里发慌。就算只是游戏，我也绝对不能让小帅哥出事。我当初2样副作用全中，腹痛、腹泻、全身退渴，一点不差。游戏里的丹药居然能作用于现实世界，这家游戏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丹药是未样赠与，系统实体快递送达，抽奖道具也是系统发放。我一定要找机会再验证一次游戏物品是否能影响现实。立刻把客厅花瓶的花全部扔掉，打开空气净化器。好好出门游玩，怎么突然水土不服过敏？下周还有才艺比赛，脸肿成这样，我怎么上台？别怕，妈一定赛前找名医给你治好。你脸上到底做了什么？小何，你的脸怎么变化这么大？前几天突发过敏生病，痊愈之后就这样了。对了妈，那天看病的钱是找王老师借的，能不能？什么病？医生判断是普通皮肤过敏，开了些药，现在已经痊愈了，医院也没查出过敏源。妈，他肯定在撒谎，绝对不是简单过敏，他偷偷用了不知名美白护肤品，才变得这么好看。小何，能快速把皮肤养这么好的东西，10有8九掺激素，伤身。我没有。就算信你是过敏自愈，你妹妹现在也过敏难受，你去藏着调理法子，心里还有这个家，还有我们吗？妈，他肯定偷偷用了护肤品，直接搜他房间一查就真相大白。不行，爸妈，你们看他这个反应，绝对有问题。早在怀疑玉容丹有异样时，我就提前把陶瓷盒子、游戏卡片全部扔掉，特意卡垃圾清运时段丢远，他们不可能找到证据。方才翻箱倒柜这一刻，我彻底看清，比起证据，他们从心底就认定我心思正，丢掉了，根本没有你们臆想的东西，不信我也没办法。你的过敏是魔都水土不废导致，等下我们再带你去医院复诊。我连账号都没有注册过，他们却能精准把实体丹药快递送到家里。这款游戏绝对远超普通软件。先前您给我的灵星草已经全部售出，一共换得20枚中品灵石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脱手了，我还以为要等许久。长生富贵峰以炼丹、断体双修，各类灵植药材需求量极大，很好出手。咱们长生富贵峰还有个别称“一毛不拔峰”，拜师礼、见面礼一概没有，只包吃住，零花钱1分不发。想要灵石，只能靠炼丹。宗门每月会下发固定炼丹任务，配套基础药材，药材损耗越少，多炼出的丹药就能自己拿去售卖换灵石。不知道师尊是否收购灵星草？我这里有些年份不错的。哦，且拿出来我看看。寻常低年份灵星草炼补灵丹成功率低，这株高年份药材能大幅提升成丹率，还能拔高丹民品鉴。长老师尊正好缺药材，分发月度宗门任务，便全部收购了我的灵星草。未央之前说过自己没有炼丹天赋，如今拜入全靠炼丹立足的长生富贵峰，进退两难，只能寄希望他独一份的阴阳灵根能帮他顺利修行。灵星草售出20枚中品灵石，扣除未央10%的佣金，玩家还剩18枚中品灵石，是否全都转化为药材币？怀璧其罪，
高年份灵草太过惹眼，下次不能卖给同风弟子，必须寻一处隐秘对外销路。已购入一粒嗜血藤种子，它是炼制小魂丹的主要材料。攒够药材币买下这个，就能验证游戏道具能不能作用现实，效果直观，最容易分辨真假。简直是修真版加强云南白药，要是现实也能用，随身备几颗再安心不过。他方才明明没有离开，新鲜灵草却瞬间出现。传说只有飞升大能能打造芥子独立储物空间，莫非他持有此空间？这般通天手段，我只是一只龙角残缺小龙，之前妄想做他的契约兽，不过是自作多情。乖小龙，别不开心啦。这触碰带来的这动和我修炼阴阳功夫时的玄耀感应重合，我怎敢生出这般心思，简直是亵渎于他。龙角手感看着超好，好想伸手握住。不行不行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，肯定是之前那些怪梦影响我了。宗门公告：野外上古秘境开启，秘境尊乳限制筑基期以下修士。宗门举办炼气期大比，排名前10者获得秘境入场资格。系统任务：机遇与危机并存。秘境是绝佳成长之地，前往秘境所获得的物资越多，对应获得的游戏奖励越丰富。游戏是看不见宗门规则吗？未央才炼气3级，一众对手全是炼气8、9层乃至大圆满，拿什么冲击前10？画饼都只会画看不见的空头奖励，过分！师弟，咱们峰只有你一名炼气修士，本次宗门大比，我已替你登记报名。今夜好好调息，明日准时上场比试。好家伙，倒是积极主动，直接报上名了。未央才炼气3级，一堆高阶炼气修士，这下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地行千里解担忧，我现在心里7上8下全是担心。又要花钱，心疼死了。秘境和大比全是炼气修士，这毒粉刚好能用。永远抽不到高阶宝贝，奖品只有小还丹循环往复。乡愁是一枚游戏币，大奖藏深处，小还丹摆外头。宗门正式比试，应当禁止使用毒类祭器。您希望我拿到秘境入场资格，我会全力以赴，拿下秘境名额。我无深厚修为，唯一依仗便是多年流亡厮杀的搏命经验，龙族天生强悍肉身，以及我不怕死的本心。秘境藏着成长机缘，我必须变强，不能让他失望。不知不觉好感都涨到15了，也算是一点安慰。小何，妈记得你前阵子也生病难受，今天身子好些没有？绕这么大一圈，原来是还惦记我皮肤变好的缘由，不肯死心。这次多亏王老师带我去医院看病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要难受多久。妈，能不能给我钱？我想把3000多医药费还给王老师。应该的，一共花了多少？爸给你。一共3200。不过就是普通过敏，怎么会花这么多钱？妈，小茹今天复诊花了多少？小茹情况和你不一样，魔都那边看病物价本来就贵。爸妈没别的事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小何，妈特意给你买了条新裙子，你试试看喜不喜欢。这条裙子是旁人送给孟家的伴手礼，国外带回的军马。沈如身形纤细，穿上偏大，她嫌弃款式一直丢衣柜角落，如今拿过来谎称专门给我买的，连敷衍都不肯多花一点心思。尺码偏大，我穿不上。
是吗？妈一直没觉得你胖，没想到吃妈妈不合身。哪里是不觉得我胖？从小到大从来没主动给我买过新衣，小时候捡亲戚男孩旧衣凑合，初中后直接甩钱让我自己购置。青春发育不懂买内衣，体育课被男生当众嘲笑的画面我到现在都记得。这些廉价的小恩小惠再也打动不了我。妈知道你怨我们出门旅游没带你，我们其实都是为了你好。小茹心思爱玩，带她去魔都看看目标院校，也好定心补课。你自觉勤奋，在家自习最合适。之前你明明说带小茹去魔都，是专门约稀缺的林老师补课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是你母亲，难道还会骗你？不合身的虚假礼物，不值得我浪费情绪。小何，早。你的皮肤怎么变化这么大？之前生病吃了药，痊愈之后就这样了。从前多看一眼都觉得违和，如今皮肤细腻白皙，像圆滚软糯的糯米糍，看着顺眼。对了，小茹最近怎么总不接我的视频通话？我不清楚，她生病了，在家休养，你可以上楼看看她。生病了，严重吗？挺严重的，爸妈到处想办法找根治的法子。旁人的情爱纠葛与我无关，眼下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事。沈清河，你皮肤怎么变得这么白细腻？是不是偷偷去做医美了？周末突然大面积脱皮，恢复之后就变成这样了。当时还是王老师陪我去医院做的检查。快说说怎么办到的？我们也想变漂亮。医院没查出原因，要是以后找到原因，我一定告诉你们。如果游戏里的丹药真能作用现实，或许这是我独立赚钱，不用看家人脸色的出路。只是还要慢慢规划稳妥方案。小何，你皮肤变好真的只是脱皮吗？没有用护肤品或者吃什么特殊东西？小婷，之前我借你的钱，是不是也该还给我了？零零碎碎借去加起来足足1200块。半年前他说手机摔坏，家里不肯出钱，找我借钱换新机。我之前几次讨要，他次次推脱，甚至拿友情威胁我。我怕失去唯一朋友，一直隐忍到现在。小何，能不能再缓一阵？我妈偏心弟弟，我手头一点余钱都没有。给我一个准确还款时间。周末看病还是王老师替我垫付医药费，我急需用钱。你是不是还在怪上周我没法借钱给你？不是我不帮，是我妈一分不肯多给。你急着要钱是打算美白护肤品？小婷，我从前竟没看出来你对我的钱占有欲这么强。我只是作为朋友关心你，你怎么能这么曲解我？难道你没把我当成好朋友吗？朋友之间，难道欠钱就能一直不还吗？沈清河，他到底借了你多少钱？1200块，当初用来买新手机。1200，这么多！之前去有效号明明说手机是他妈妈买给他的，原来是借别人钱。沈清河，你别胡说八道！所以你当初借我的钱根本没买手机，不就1200吗？手机抵给你。我不要手机，我只要原本借给你的现金。对，还钱，说的对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换做以前，我根本不敢和他对峙，更不会当众戳穿谎言。可自从蜕完一层皮之后，我的头脑越来越清醒。昨天和爸妈对峙，我没有落于下风，今天也能一眼看穿他的道德绑架。这么多年，他哪里是把我当朋友，只是把我当成随取随用的冤大头罢了。乌漾现在生命垂危，是否开展紧急救援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好端端的突然生命垂危了？真不怪我，是他自己硬生往我兵器上撞，我根本没想到他完全不要性命。这柄玄阶匕首威力非凡，等着少年升级赛尽，无主兵器便会收入宗门兵器阁，到时我便能想办法入手。我赢了！他心里只惦记大比胜利，秘境名额，简直是个不要命的疯子。这话不是说给这些修士听的，是告诉他，我拼尽全力拿到秘境入场资格，没有辜负他的心意。钱哪里有小帅哥重要？
又让他为我破费，为我担忧，是我太过莽撞。哪个兔崽子吵吵说死人了？这弟子明明……我的天！这个富贵长老200年唯一亲传弟子，方才伤势重到险些断气，全靠顶级丹药硬生生拉回生机，还好人活下来了。要是刚拜师就死在我看管的大比上，我这长日位置都保不住。普通炼器弟子根本拿不这种救命丹药，也就以炼刀闻名的长生富贵峰家底雄厚。不过富贵峰出了名一毛不拔，这少年拼了命抢名额借秘境，肯定是想找资源换灵石补贴峰内打点开销。想来是我猜对了，但单凭炼器3级硬闯前10，这份狠劲儿属实让人佩服。我本来只打算让他走个过场，没想到真硬生生拿下秘境入场资格。刚才一着急充了99块，差不多100块，整整我1周的生活费。这笔钱必须从曲妙香那里全额要回来，一分都不能少。脑子清晰太多了，数学老师讲的知识点不再晦涩易懂，一点就通。就算你打算搬走，动作能不能轻一点？现在是下课休息时间，我想怎么样都可以。行，那搬走之前，给我一个准确还钱的日期。沈清河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把我当成朋友？以前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，你每次只舍得买2块钱糖油饼，我怕你吃不饱，次次主动给你买3块钱食堂午饭。人家掏真心当朋友，你拿人家当冤种。食堂午饭可比糖油饼贵不少。还不是1次2次。别扯别的，曲秋秋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还钱？我明天一定还你。怎么突然油盐不进？早知道上周他借钱时我该顺手帮一把，现在也不会闹成这样。当初主动和他交朋友，就是看中他单纯好拿捏。看他无助难受，我心底反倒舒服。现在怎么一切都失控了？不可能是他变聪明了，顶多只是凑巧。不是吧？梦里我都这么主动，合着我骨子里真就是大色迷？太羞耻了！别走！你跟黎生说了什么？他担心你身体，来问我你的情况。我实话实话说你生病了，这有什么问题？黎生自己要来探望，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是什么反应，跟我可没关系。你放屁！要不是你多嘴挑拨离间。够了！你要是不信我的话，自己去问黎生本人。他竟然敢跟我顶嘴，还敢动手推我，这还是以前那个任我拿捏的沈清河吗？大晚上吵什么吵？邻居都在小区群里艾特我们了，要点脸面。北指天宗第2排中间那个小哥哥颜值好绝，以前怎么从没见过？这款干净少年感太戳我了。早知道当年不着急结道侣，现在想给道侣灌药还来得及吗？难修能不能也吃驻颜丹？中年油腻别叫男人味儿。驻颜丹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必须记下来。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惹他生气了？还是这套紫色法衣他不喜欢？虽然各有各的美，但让小帅哥剃光头绝对不行。师兄，怎么了？无事，别担心。进去后，彭之他们会寸步不离保护你。他们虽是炼气大圆满，却有筑基实力。秘境名额本就是走个过场，掌门千金自然要特殊安排。
这秘境也太野生了吧，连点大阵特效都没有，拍出来的留影时，别人还以为是野炊呢。对不起，刚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，这才是低调奢华有内涵。他果然也跟着进来了。秘境只允许炼气期进入的规则对他完全无效。他到底是什么存在？名称：幻骷髅，年份：1年，作用：暂未出现在任何单方和气方中。花粉具有致幻作用。注：当年生植物，1年一死，花谢时会喷出大量花粉，致幻效果增强，请避免同时接触大量此类灵植。虽然不能当药材，但是这致幻效果听起来有点意思，可惜搞不到种子。刚才还开得繁盛灿烂，怎么这会儿全都蔫蔫的？不会马上大面积凋谢喷火粉吧？来不及了，花朵已经是开始凋零。道友可是察觉此处暗藏凶险。此花名为幻骷髅，花谢之时会喷射大量致幻花粉。幻境最是可怕，失控之下，轻则吐露隐私，重则自相残杀，动手伤人。秘境规则限制，筑基之下无法闭合，必须持续呼吸，很难完全隔绝花粉。商城急行符10张起什么？余额根本不够充值，总不能为了符纸饿一整周。我平时点外卖都只挑满减力度最大的店。这游戏倒是会挑时间，刚好现在解锁语音功能。是让我直接喊话教他逃生办法吗？阿弥陀佛，幻骷髅果然名不虚传，真有人化作枯骨。小帅哥，快用水打湿衣物，捂住口鼻，压低身子蹲着走，能少吸入花粉。怎么活下来这么多人？难道产生蝴蝶效应了？未央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居然想出躲过花粉的好办法。是旁人教我的，若不是他一次次出手相助，我早已殒命多次。只是他为何要缓活小帅哥？你就是未央，对不对？何事？我叫陈一香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这眼神太熟悉了，这眼神太熟悉了。沈如每次盯上想要的东西，也是那种势在必得的模样。先前服用的解毒丸解毒药效已经散尽，储物袋里仅剩最后1枚，我还能再撑片刻。先寻一处无人僻静之地，压制幻境侵扰。
上，你去哪儿？小姐，秘境之内人人只为机缘，他应该是想独自行动，不愿被人打扰。好吧，我本想着结伴同行，也好相互照应。明明健康值是满的，怎么状态这么不对劲？到底出什么问题了？语音又冷却了，根本问不了情况，只能先安抚他了。不对，这根本不受伤虚弱的样子，这也太犯规了。难道是换骷髅花粉的后遗症？必须查一下详细资料。小帅哥是龙族，属于兽类，难怪解毒丸没用，白花钱嗑药了，根本不是中毒，是花粉触发了龙族的特殊燥热期。完了完了，这下真的麻烦了，我总不能这样帮他。自从玩这个游戏、做这些奇怪的梦之后，我就一直在变瘦。难道真的是生命在于运动？早。早。那个，你妹妹好些了吗？以前她从来都是亲昵叫小茹，现在居然改口叫你妹妹。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她没有和你说吗？昨天见到你妹妹，她状态看着很差，听说去了医院，今天可有好转？若不说刚看清她眼底的嫌弃，恐怕真的会以为她还深爱沈如，满心沈如，满心担忧。看起来比昨天还好一些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她这份开心装不出来，看来昨天看见沈如肿胀过敏的脸，是真的膈应。我现在才想明白，从前我喜欢的或许根本不是黎生本人，只是我强行加注在他身上的美好滤镜。昨天明明说好今天还钱，一整个早读，曲小寒都没来教室。亏你还是个小姑娘，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追着我家小婷要钱，直接把她吓出病了。沈清河，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去找曲小河，逼他还钱？大家都听见了，他自己都认了，这种道德败坏的学生必须开除。学校要是不处理，我直接去教育局投诉。沈清河平日安静弱弱，长期被同学言语排挤、隐形霸凌，怎么会主动追着别人要钱？阿姨，您误会了，确实向曲小婷讨要欠款。半年前，她找我借1200块，说是买新手机。昨天这件事，她当着全班同学亲口承认，班里所有人都能作证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家小婷本来就有手机，我每个月都给她零花钱，怎么可能找你借钱？你拿不出借条，一定是你逼她承认的，良心丧尽！当初我心软单纯，借的现金没让她写借条，反倒成了颠倒黑白的把柄。报警吧！
有矛盾学校内部协商就行，没必要惊动警察。我实打实借钱给他，对方如今拒不承认，还反过来污蔑我，只能交给警方查清真相。